爱了沈江南10年，我们曾一起住过地下室，一起分吃一个馒头，熬过了那段最黑暗的日子。可惜最后他还是忘不了白月光，出轨了。我利落地签了离婚协议，从他的世界退出。他却哭着说他后悔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沈江南出轨了，其实我早就意识到了，只不过我一直不愿意相信。直到今天，我的生日，我们恋爱10周年，结婚7周年这天，我看到沈江南搂着别的女人在我面前走过去，他修长好看，骨节分明的手紧紧拥在那个女人纤细的腰上，那个女人扬起脸冲着他撒娇。沈江南一脸宠溺地亲了下她的额头，两个人坐上车，就这样在我眼前消失不见。我始终站在地下车库角落里，手里拎着为我丈夫沈江南亲手做的鸡汤，却连一句质问都没有勇气说出口，心脏疼得厉害。我蹲在地上，紧紧抱着鸡汤。沈江南，你知不知道，你对于我意味着什么？我和沈江南是在大学做兼职的时候认识的。我父母在我大一那年出车祸去世了，因为责任方在我们这边，赔了对方医药费和损失费后，我家里就剩下一个18岁的我。我无家可归，又身无分文，所以我拼了命做兼职，为了挣钱养活自己。第一次知道沈江南，是因为我俩是公司里最卖力的2个兼职大学生。开工资的那天，公司经理特意把我们叫来了办公室，额外多给了我们一些奖金。当时因为缺钱，我们都接受了。后来在无数次的加班中，我和沈江南逐渐熟悉了起来。我才知道沈江南家里比我还困难一些，因为他不仅要挣钱养活自己，还要挣钱养活他体弱多病的母亲和正在上小学的弟弟。那时的我们就像2个抱团取暖的孩子，把彼此当成唯一的依靠和救赎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告白。就是在某个加班到凌晨的时候，因为宿舍已经关门，我和沈江南走在空无一人的街道，2个人的手不小心碰到了一起，就这样拉了一夜。第二天早上，我们2个在公园的长椅上迎着朝阳。沈江南侧过脸，徐曼，跟着我会很苦的。我羞涩地笑着，我不怕苦。毕业那天，我俩领了毕业证，同时也领了结婚证。领证回来的路上，沈江南用狗尾巴草给我编了一个戒指，又带我去吃了一份6块钱的炒面，还特意给我加了个蛋。炒面上来以后，我刚吃一口就哭了。沈江南急得以为炒面不好吃，立马就要去找老板，被我强拽下。我不好意思地看着他，我只是觉得和自己心爱的人分吃一碗加了蛋的炒面，真的是太幸福了。沈江南当时紧紧拉着我的手，许久才坚定地对我说，徐曼，总有一天以后我会让你吃炒面吃到吐。这么可笑幼稚的誓言，却让我整个人都溢满了幸福。一想到可以一辈子跟自己爱的人吃着自己最爱吃的炒面，当时只觉得我的未来都好像发着幸福的光。只是可惜，我再也没吃过那样好吃的炒面了。刚毕业那阵，为了省钱，我和沈江南租住在一个只有几平米的地下室，屋子里小的甚至都放不下一张双人床。这屋子本来是个杂物间，当时沈江南妈妈生病，我俩省吃俭用，所有的工资都给沈江南妈妈交了住院费。最穷的时候，我们2个人甚至一天只买得起一个馒头。当时因为没钱交电费，所以整个屋子里漆黑一片。我们2个人就这样在黑暗的屋子里
你一口我一口吃着馒头，可过了半小时，馒头竟然还是完整一个。当时的我们心里满满都是对方，宁可自己饿着，也想让对方吃饱。我当时只想起不知道在哪本书上看到过的一句话：我想和你做两只连巢都没有的鸟，冷了我们就紧紧依偎在一起。那时候屋里好黑，可我却坚定前路一定光明。果然，沈江南也不负众望，在毕业后的第2年就当上了部门经理。第3年，我和沈江南打算拼一拼，就自己开了公司。公司只有我们2个人，我们2个没日没夜地跑业务，因为什么也不懂，我俩没少吃苦头，吃闭门羹，被放鸽子更是常有的事。最苦的时候，夏天晒到中暑，那一个夏天，我们2个黑得好像2个煤炭。也是那一个夏天，我们2个终于谈下了第1个项目。项目定下来那天，沈江南喝高了，我永远记得，醉眼朦胧的时候，他紧紧抱着我，哭着和我说：徐曼，这一辈子我沈江南要是负了你，就让我不得好死。当时的我满心都是滚烫，只觉得自己何其有幸，竟然可以遇到沈江南。项目赶工的时候，因为公司只有我们2个人，我们2个不分黑夜白天的拼命赶制设计，最终在要求时间内交了完稿。可我也在那天因为劳累过度，失去了我和沈江南第1个孩子。我醒过来的时候，就看到沈江南坐在我旁边，双眼通红。徐曼，你别离开我。我当时一遍遍安慰他，我不会离开你的，徐曼永远都是沈江南的，只要沈江南不放手，徐曼就永远不会放手的。当时沈江南红着眼睛，一字一句说道：沈江南永远不会放开徐曼的手。第4年，沈江南就成为了行业里小有名气的人。第5年，沈江南公司进一步扩大了规模，来了一堆投资人，公司也顺利上了市。第6年，沈江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？我已经不记得了。或许是我忙着照顾沈江南母亲，而沈江南的公司却越来越忙；或许是我忙着照顾沈江南弟弟，而沈江南天南海北的在出差。总之，就是在这不停的忙碌中，沈江南终于和我渐行渐远，直到爱上别人。其实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的，只是我一直不敢承认就是了。我一直骗自己，沈江南答应过我会照顾我一辈子，可是后来我才知道，他说的是照顾我一辈子，不是爱我一辈子。我只是那个在他最黑暗那段时间里曾经温暖过他的一个人，可这温暖并不是爱。我开始窥探那个被沈江南紧紧拥着的女人的微博。是的，那个女人我认识，她叫江菲菲，和我还有沈江南是一个学校，是我们系里有名的才女系花。我看到江菲菲的微博，很多都是关于沈江南的。沈江南送了她1枚5克拉钻石项链，沈江南带她去吃了高级限量的西餐厅。直到微博提醒我最新更新，我点开一看，江菲菲1秒钟之前刚发的一条微博：菲菲，原来你从大学就注意到我了，微信号竟然也是写的我呀，真想穿越时空，看看那时候的你是怎样的。俏皮。配图：江菲菲柔弱无骨的小手落在沈江南骨节分明的手心中。我看了看自己的手，骨节又大又丑，每到冬天，手上更是到处都是裂口。这是以前住地下室落下的毛病。后来沈江南有钱后，花了不少钱给我调理过，时好时坏，到底还是没去根。后来我也习惯了，现在倒也不觉得痛了。我退出微博，打开沈江南的微信，微信号是
FFWMX。我记得当初我趴在沈江南怀里问这微信号啥意思，沈江南当时搂着我，无所谓地说道：“随便打的，没什么意思。”我当时还傻乎乎的把自己的微信号也改成了 FFWMX Watson。FFWMX， 我爱沈江南。现在我终于知道了 ，FFWMX 菲菲我梦想，原来从始至终江菲菲才是你的梦想。那这些年我算什么呢？沈江南，你有没有爱过我呢？我拎着鸡汤，漫无目的的在街上走着，却不知道去哪里，最后停在了疗养医院。我拎着鸡汤来到了医院里面，就看到沈江南的妈妈，我婆婆正躺在床上看电视。这些年，沈江南的妈妈身体越来越不好了。虽然沈江南花着大笔金钱，又把她送到了最好的疗养院，可婆婆身体还是不停地在恶化。我站在门外，看到婆婆恬静的笑脸。沈江南妈妈是一个很善良的人，她的病就是因为救人才落下的。这些年，她对待我就像亲闺女一样。我贪婪地看了眼婆婆的样子，最终还是悄无声息地走了。我回到和沈江南的家，这个房子不大，是我和沈江南挣钱后买的第一套房子，只有一室一厅。刚买下这个房子的时候，我开心的一夜没睡，紧紧搂着沈江南，哭得厉害。这是我和沈江南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家。后来，沈江南公司越做越大，房子多得两只手数不清，可我却一直在这里住。我总觉得只有在这里才是我和沈江南的家，只有在这个屋子里，沈江南才是徐曼的。你看，我其实早就知道沈江南会走。其实我最开始知道沈江南要走是在一个夜里，那时候公司已经走上了轨道。为了谈下一个大项目，沈江南喝了很多的酒，助理送他回来，他嘴里不停念叨着：“你能不能等我努力挣钱，变得更好再娶你？”那时候我就知道沈江南心里有个意难平的人，因为我不用沈江南挣钱娶我，我心甘情愿嫁给一无所有的沈江南。后来我在沈江南的手机微博里发现了唯一关注的人，那人就是江菲菲。说来心酸，其实我也有微博，可我不敢告诉沈江南，我怕沈江南不会关注我。我静静地坐在沙发上，等沈江南回来，分针不停地摇啊摇，直到0点。时间啊，总是过得那么快。过了0点，已经是第2天了，这已经不是我的生日了，已经不是我们的纪念日了。我心脏又痛了。1点钟，沈江南回来了，推开门，他就看到坐在沙发上的我。你怎么还不睡？我低垂眼眸没说话，再抬头，他已经去了卫生间。他放在茶几上的手机叮咚一声响起，我站在手机面前犹豫再三，手机又叮咚响起，屏幕亮起。菲菲，沈江南，你什么时候打算娶我？菲菲，沈江南，我想嫁给你。我身子一颤，身后卫生间门打开，沈江南从我面前把手机拿开。我想要和他解释，沈江南却看着我。你看到了？我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却什么也说不出。沈江南沉默片刻，既然你已经看到了，我就和你坦白吧。我心脏跳得厉害，剧烈心痛席卷而来，我强忍着心疼，艰难地说道：“沈江南，我什么也没看到。”沈江南静静看着我，徐曼，不要再自欺欺人了。我看着沈江南，脸色惨白的厉害。沈江南的话一字一句回荡在我耳边，他说：“徐曼，咱们离婚吧，要求你随便提。”那一刻，我心脏罢工了，我直接瘫倒在了地上。我看到沈江南焦急地扶着我，半晌我才缓了过来。沈江南皱着眉头，
你怎么了？我扯着嘴角笑了一下，我没事。沈江南，我就是在你提分手那一瞬间，心疼的受不了。沈江南僵了一下，低声说了句对不起。我把头埋进沈江南怀里，贪婪地呼吸着他身上的味道。沈江南，我有多久没靠在你怀里了？真怀念从前啊！虽然日子过得苦，可是我好幸福。沈江南没有说话，可是我感觉到他扶着我的手抖了一下。我侧过脸，看着扶在我胳膊上的手，骨节分明，和我的手就好像两个世界一样。我微抬起头，沈江南长得是真好看呐，只是可惜了，这样让我着迷的沈江南再也不属于我徐曼了。我用尽了力气从沈江南怀里出来，弯了弯眼睛。沈江南，我同意了。沈江南眼睛里都是愧疚，还有一丝疑惑。徐曼，你放心，即使离婚了，你也是我的家人，我会养你一辈子，不管任何时候，只要你用得上我沈江南，我都在。你看，这就是沈江南。我多想像电视剧里那些女二号一样，紧紧抓着你不放手，不惜一切代价地留住你。可我不能，因为徐曼是永远不会为难沈江南的。我笑嘻嘻看着沈江南，离婚协议我定啊。沈江南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，全部财产都给你都可以。我笑着摇了摇头，我也不会什么理财，也没有什么经济头脑，更不会管理公司，不如你就定期给我一部分分红就好了，够我生活无忧就行。沈江南皱起眉头，我把公司股份都给你吧。我直接拒绝了，我又不懂这些，更何况公司是你的心血，还有那些员工等着你养活，那些股份给了我就是浪费，还是放你手里吧，你就想着定期给我打生活费就好了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房子给我吧。沈江南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什么也没说。我故作轻松，好啦，你想着明天让你律师起草好协议，咱们明天直接就办了吧。沈江南再次低声说道，对不起。我摆了摆手，咱们之间不说这个。我生怕沈江南再说什么，因为我实在忍不住了，我怕自己舍不得放手。我催促他，既然打算离婚了，你就去别的地方找宿吧。沈江南复杂地看了我一眼，犹豫地看着我。我拿手推了推他，今天你要不走，以后就别想走了。沈江南抿了抿嘴，抱起了我，把我放在了床上。徐曼，我感觉你脸色不对，我不放心。我眼角的泪水这一刻再也控制不住，宣泄了出来。沈江南紧张地为我擦去泪水。徐曼，对不起，是我混蛋，你别哭了。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沈江南怀里哭了有多久，只知道我抬起头的时候，沈江南的衬衣都被我的泪水浸透了。我沙哑着嗓子，沈江南，你走吧。沈江南哑着嗓子，慢慢。我转过头，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沈江南，遵从自己的内心吧，不要施舍我，这样我会更难受。许久，沈江南叹了口气，脚步声响起。我扭过头，看着沈江南的推开门，马上就要消失在我眼前。我还是没忍住，从床上跳了下来，追过去，在后面抱住了沈江南。沈江南被我抱得一僵，我眼泪顺着眼眶掉了出来，最后吸了一口沈江南身上的味道。我松开手，沈江南，再见。第二天，我早早就给沈江南打了电话，催促他签了离婚协议，又去民政局领了离婚证。我看着手心里的离婚证，心脏又疼得受不了。我使劲咬了下舌尖，这才笑着和面前的沈江南摆了摆手。沈江南看着我，似乎想要说些什么，却被一阵铃声打断了。沈江南摁了电话，抬起头看着我，电话再次响了起来。我笑着举着离婚证，
咱们已经离婚了，你快接吧。沈江南复杂地看着我，我笑着和他摆了摆手，从他的世界里退出了。我走出民政局大厅，8月份的天气，可我却冷得浑身直抖。沈江南，你应该还不知道吧？我活不了多久了，真是可惜。我再一次没有家了，我多想和你一辈子啊，沈江南。可是你再也不属于我了，沈江南再也不是徐曼的了。沈江南给了我很多的钱，多到我都懒得数有几个零。我用沈江南给我的钱，把我俩住过的那个地下室买了，我搬去了那里。这屋子跟从前一样，小到连张床都放不下，只能打地铺。我能交得起电费了，再也不用担心突然停电，屋里一片漆黑了。我也能吃得起各式各样的馒头了，再也不用2个人一起分吃一个馒头，你一口我一口，半个小时都没吃完了。我也能买得起好多好多炒面，可以加好多好多蛋，可我一点不快乐了。这天我早早煲了汤，去了疗养院，径直去了沈江南妈妈那里。她看到我来，高兴的眼睛立马就亮了起来，可没一会儿就冷哼一声：“曼曼，你可好几天都没来看我了。”我好笑地看着她，这么大人了，怎么还和小孩一样？我为沈江南妈妈盛了鸡汤，哄着她喝下了，又为她擦了擦身子，按摩身体。护工笑呵呵看着我们：“沈妈妈，你儿媳妇又来给你送汤了。”沈江南妈妈笑得合不拢嘴，都说了，曼曼才是我女儿吗？江南是我女婿。护工捂着嘴笑了起来：“您说的都对。”沈江南妈妈一脸的得意，简直就像个争强好胜的小孩子。我抿起嘴乐了一下，心脏又剧烈疼痛了起来。我使劲扣着手心，这才没有露出马脚。没一会，护工出去了，屋里只有我和沈江南妈妈2个人。我想了想，开始试探地和沈江南妈妈说：“妈，我和沈江南真是现在见面都不多，感情都淡了呢。”沈江南妈妈拉着我的手：“妈给江南打电话，让他多陪陪你。”我连忙阻止：“妈，我感觉现在这样挺好的。我和沈江南在一起时间太久了，实在是呆腻了。”沈江南妈妈诧异地看了我一眼：“你竟然还能和江南呆腻了？”我故作镇静反驳：“谁还没有腻的时候啊？不过妈，你说真要是我哪天腻了沈江南，不想跟他过了，你会不会生我气呀？”沈江南妈妈认真看着我：“曼曼，你说实话，是不是你和沈江南之间出现问题了？是不是沈江南他变心了？妈给你做主，他要是敢变心，妈拼着跟他断绝关系也不会同意的。妈只认你一个儿媳妇。”听着沈江南妈妈的话，我眼泪差一点就掉了下来，强忍着才没有失态。沈江南才不会变心的，是我变心了。其实也不算是变心，就是突然觉得对沈江南没有什么想法了。妈，你别生我气，以后我给你做女儿行吗？沈江南妈妈责备的眼神看着我：“曼曼，不管什么时候，你都是我女儿。只是你告诉妈，真的是你变心吗？你别骗妈。若是沈江南做亏良心的事，你千万告诉妈，别自己憋着。”我一脸无奈：“妈，您还不了解我吗？如果真的是沈江南变心，你认为我还能在这开心和你聊天？我早就半死不活了。真的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突然就对沈江南没感觉了。可能是2个人在一起时间太久了，没有激情了，不存在沈江南变心不变心的事。”婆婆一脸复杂地看着我，叹了口气：“只要曼曼开心就好，你永远都是妈的女儿。”我笑得咧开了嘴：“有您这么好的妈妈，我当然开心啦。”我陪妈妈吃了饭，又哄着她睡了觉，这才悄悄地从屋子里出来了。隔着门上的玻璃，我再回头看了一眼：“妈，再见了。”
从沈江南妈妈那里出来，我去了沈江北的学校。刚认识沈江北的时候，他还是个4年级的孩子，现在已经大3了，马上就要毕业了。时间过得真快呀！我站在沈江北宿舍楼旁边，等他下课回来，远远的就看到江北和一个斯文干净的女生正缓步走过来。我正感叹会不会来的时机不对，别耽误小情侣约会，要不要等一会再来的时候，沈江北就看到了我，他快走了几步来到我面前：“嫂子，你怎么来了？”我不由得打趣：“这是……”沈江北脸色微红：“嫂子，这是我女朋友陈文文。文文，这是我和你提起过的，我嫂子。”我笑着和一旁的女孩子打招呼。陈文文红着脸和我打了招呼：“嫂子，你们聊，我先回去了。”我看着女孩子害羞的样子，不由得想起我的青葱岁月。我和江北来到了学校外面的咖啡馆，我开门见山：“江北，我要和你哥离婚了。”沈江北震惊地看着我，生气地说：“嫂子，是不是我哥他做什么丧良心的事了？”我连忙安抚住沈江北：“江北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哥你还不了解吗？其实是我变心了。”沈江北气得笑了：“嫂子，都这时候了，你还在替他说话？”我无奈叹口气：“江北，我有多爱你哥哥，你还不知道，我怎么会舍得放手？”沈江北一顿，若有所思地看着我：“那倒是。”迟疑了片刻：“嫂子，真是你变心了？”我点了点头。沈江北一脸复杂，那样子倒是和我婆婆有些相似。“嫂子，不管怎么样，你永远是我亲人。”我眯起眼笑了起来：“江北弟弟，再见。”我回到地下室，躺在地上，整个屋子黑漆漆的。黑暗里，我听到自己残破不堪的心脏在拼力地跳着，就好像我对沈江南的爱。沈江南，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忘了你？我翻来覆去，怎么也睡不着，下意识就打开了沈江南的微信，手指打下几个字，到底还是没发出去。毕竟我要当个合格的好前任。黑夜里，我搂着沈江南的照片，紧紧地贴在我的胸口，似乎这样就能缓解我的疼痛。就这样迷迷糊糊地过了几天，电话响了起来。电话已经好几天没充电了，可他竟然还没关机。我拿过手机，竟然是沈江南。我颤抖地接通了电话，泪意哽住了我的喉咙，竟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沈江南好听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：“曼曼，其实你不必的。”我翻滚的心一下就停止了跳动。虽然沈江南看不到，但我还是扯着嘴角露出一抹笑容，故作潇洒：“沈江南，我只是不想妈和江北难过。”电话那边传来长久的沉默，这沉默压得我好难受。可即使难受，我却不舍得挂。直到沈江南再次说话，我们两个竟然沉默了半个小时。“曼曼，你现在还好吗？”“沈江南，我该怎么告诉你我现在不好，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？我又该怎样告诉你，我再多的不好都在你这句关心里散成了漫天的沙？”“沈江南，你大概是长在了我的心尖上吧，所以我所有的好与不好都存在于你的每一句话中。”我想象自己依靠在沈江南怀里的样子。“沈江南，我很好。”我听到电话那边沈江南松了口气的声音：“这就是我想要的。”爸妈忌日这天，我早早起来，去花店买了一束鲜花。我拿着鲜花来到了我父母的墓地，墓碑上爸爸妈妈还是年轻的模样。我把妈妈最喜欢的百合花放在了墓碑面前，又拿出了爸爸最喜欢的巧克力蛋糕。我坐在墓碑旁边，看着远方的天空。“爸爸妈妈，咱们很快就要团聚了。”我从天亮坐到天黑，从漫天阳光到漫天星光，
我摸了摸爸爸妈妈的照片，站了起来，刚转过身，就看到了一袭黑衣的沈江南。他抱着一束百合花，手里拎着一盒巧克力蛋糕，静静地站在那里。不知道来了多久，沉默开始蔓延。我心虚极了，拼命回想自己刚才说了些什么。沈江南，他应该没听到吧？拜托爸爸妈妈，千万别让他听到。沈江南一步一步向我走来，我心高高吊起。他停在了我面前，转过身，把百合花和蛋糕放在了墓碑前面，眼角似有热意闪过。我急忙擦下，深吸了一口气，拼了命才压下去这一刻心头的委屈。其实你不来也没事的。沈江南转过身，看了我一眼，把外套脱了下来，搭在了我的身上，鼻子里传来熟悉到骨子里的味道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的眼泪竟止不住地落了下来。我急忙拿手去擦，却发现眼泪越擦越多，怎么也控制不住。我正急得不行，就被拥入了一个怀抱里，那是我刻入骨子里沈江南的怀抱。我再也控制不住，在沈江南怀里哭了出来。那天我的记忆有些恍惚，我忘了怎么回去的家里，只记得沈江南搂着我在地下室待了一夜。从那天以后，沈江南每天都来我这里。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，但我想或许是他不忍心不管我吧，毕竟我陪了他一整个青春。可我并不想耽误他。沈江南再一次来的时候，我直接反锁了门。沈江南在外面耐心地敲着门，哪怕邻居已经开门出来骂，他都没有走。终于我受不了了，我心疼了，心疼沈江南被骂。我开了门，以后你不用再来了。沈江南挤了进来，曼曼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我睁大眼睛看着沈江南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再给你一次机会？很快，沈江南就给了我解释。曼曼，我不能没有你。我脑海里炸出一朵朵花。沈江南继续说道：曼曼，和你分开这段时间，我想你想得发疯。曼曼，我后悔了。曼曼，别离开我。曼曼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我多想答应他，可我活不了多久了。我垂下眼眸，掩盖住眼睛里的星光。沈江南，破镜不能重圆，咱们再也没有可能了。沈江南没有放弃，他每天都来我这里，而我犯病的越来越勤了。我强忍着不让他看到，可生理上的痛，有些到底是无法避免的。当我一次次心脏疼痛之后，沈江南的脸色也越来越苍白。他坚持要带着我去医院检查。我看着紧紧抿着嘴唇的他，笑着说道：你知道了。沈江南僵在原地，我叹了口气。沈江南，我活不了多久了，不要再费力气了。沈江南抓着我的手不依：曼曼，别对我这么残忍。我笑了起来。沈江南，这对我来说是好事。还有，谢谢你这段时间为我做的一切。这天我精神出奇的好。沈江南这段时间每天都在这里陪着我。我看着他好看的侧脸，有些失神。沈江南感受到我的目光，转过来坐到我身边。是饿了吗？有什么想吃的吗？我想了想，说道：炒面吧。沈江南顿了一下，哑着嗓子说道：好，再给你加个蛋。我笑了下，好。沈江南给我盖好被，我拉着他的手：等我睡了你再去。沈江南顿了片刻，好，等你睡着我再去。过了一会，我闭上了眼睛。沈江南看我闭了眼睛，为我掖好被角，出门了。他走的时候，我其实并没有睡着，可我没有睁开眼睛。关门声响起，我睁开眼睛，眼泪滑落而下，眼睛里的世界离我越来越远。加了蛋的炒面，我终究是再也吃不到了。沈江南，再见了。正文完，番外沈江南，徐曼走了。在这个不足4平的地下室里，他甚至都没有等我买回他最爱吃的
加了蛋的炒面。我平静地为他换好衣服，为他处理好后事，将他埋在了他父母身边。江菲菲知道徐曼的事都处理完以后，来到了我家里。她攀着我的胳膊：“江南，我好想你呀！这段时间你不知道我忍得多辛苦。”我看着江菲菲白皙好看的手，不知道为何想到了徐曼粗糙的手，那双手从来没有这样白皙好看过。我曾疯狂地砸钱，找着能让她手变得白皙透亮的方法，只是为了掩盖自己曾经的无能。我多想再被这双粗糙的手拉着，可我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。我曾经极度渴望成功，渴望成为人上人，我最终也成了自己心里期待成为的那个人，甚至比那还成功。可那又有什么用？我因为他失去了我最爱的人，我有再多的财富也留不住他。直到这一刻，我才知道，我曾经渴望的成功，跟徐曼比起来，那就是个屁。可我却在这所谓的成功里迷失了，丢了那个曾心甘情愿和我在地下室连口馒头都舍不得吃的女孩。我的徐曼被我弄丢了。沈江南死在这个大雨滂沱的夜里了，从此行尸走肉。番外沈江南妈妈慢慢和我说，她变心那一刻，我就知道江南辜负她了。我的曼曼爱江南，爱到骨子里了，怎么会变心？我看着曼曼为了江南，甘心把自己说成一个负心汉，到底还是没忍心拆穿她。那天曼曼离开后，我哭了很久，心疼我的傻姑娘。后来我叫了江南江北过来，和沈江南断绝了母子关系，并且再不相见。沈江南眼睛通红，还想再说什么，被江北拽了出去。我平静地看着窗外，这就痛了吗？那个为了我们一家付出那么的傻姑娘，应该比这更痛吧。我再也没看到过曼曼，知道她离开也是护工说漏了嘴。我从来没有那样平静过。曼曼，你可真是个傻姑娘啊！这段时间你是怎么撑过来的呢？妈心疼得紧啊。不过没关系，妈来找你，以后的日子里妈照顾你。番外沈江北，我妈没了。在知道曼曼姐离开后的1个小时，她穿着曼曼姐给她织的毛衣，手里拿着曼曼姐的照片，走得安详，甚至嘴角还有一丝笑意。妈妈在去之前一定看到了曼曼姐了吧？我处理好妈的后事，来到了沈江南家里。沈江南搬到了从前和曼曼姐住的屋子里。那个叫江菲菲的女人正一脸憔悴地守在门边。我敲了几下门，低声说道：“我是沈江北。”她才晃晃悠悠地给我开了门。她整个人颓废极了，白色的衬衣已经皱皱巴巴，脸上也都是青黑色的胡茬。一旁的江菲菲哭着扑了过去：“江南，你别不要我。”沈江南嘲讽地笑了一下，拍着自己胸口说道：“徐曼，她已经长进了我的心里。”江菲菲痛苦地哭了起来。可是你以前明明说，你从大学就开始注意我了。沈江南眼睛通红。所以我真他妈的是个混蛋，竟然连自己爱谁都不知道，竟然伤害了自己最爱的人。江菲菲心死如灰，踉跄地从屋子里走了出去。我冷冷看着这一幕，只觉得恶心。迟来的深情比草芥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？这时候做出来一副深情模样，不觉得很可笑吗？我看着瘫软在地上的沈江南，残忍地说道：“妈走了。”沈江南僵硬地看着我：“什么？”我心里闪过一丝快意。妈在知道曼曼姐走了后，穿着曼曼姐给她织的衣服，拿着她的照片去了。因为你的负心寡意，他们走了，你可满意？沈江南颤抖地跪在地上，地上氤氲了一滴滴的泪水。我听到他痛苦地嘶吼着，整个人状若癫狂。我后悔了。我冷冷看着他，后悔了。可是世界上根本没有后悔药。
我只希望来世曼曼姐可以遇到一个真心疼爱她的人，再也不遇到你沈江南。番外徐曼的信，江南见字如面，感谢你在我父母去世以后，给了我一段温暖滚烫的人生。只是缘分二字，就是这么让人琢磨不透。我们到底还是没有走完一生的运气。不过我也活不了多久了，所以算起来，你也算是我的一生了吧？医生告诉我了，是他和你说了我生病，怪不得你会来找我。不过还是谢谢你陪我走完了我人生最后的阶段，虽然是演戏，但我很幸福。最后，祝你幸福一生，万事顺遂，祝我化为烟尘，随风飘散，来世再不相见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